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就给小恩压轴了，好不好？压轴其实发现这个后面讲呢，其实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坏处，就是呢，好处就是呢，就是可以呢，就是把大家的这个好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坏处是说，大概什么也不能讲。这个不过其实这一部影片其实会让人一直想看下去我自己觉得整个来看有几个想法，就是第一个，这部片子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为什么会想看下去呢？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像，就是旅游的那种，就是指南或者是那种报道，就是可以，就是有一点像那种深度旅游告诉你去那个哪里玩，然后这次的主题是这个跟着唐三藏的这个脚步去取经，类似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在它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对于所经过的这些地点，我们或者是讲景点介绍很棒，而且是以这个玄奘在取经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甚至跟所谓的这个《西游记》来做一个比较，尤其是后来那个新来师兄推荐的那个什么上下两集的那个什么那个影片那个这样子合起来看，真的是觉得哇，真是就看了之后会觉得说一坐下来就想继续给他看下去的那种欲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说对于历史或者是对于所谓的这种旅游很有兴趣的，其实看完之后我相信就是可以去考导游了，因为其实你大概就可以把这边的重点都讲出来了。然后第二个是说，我觉得因为刚刚大家有讲了，但是真的我是觉得说其实刚开始把我引进来的就是那种很丰富的这种这个历史或者是景点的介绍，还有一些故事性很棒。然后后来其实真的是觉得说哇，这个就是玄奘的这个故事我其实说在我们都是因为《西游记》的故事所认识的《西游记》其实我也没看完那一本书，而是最主要都是看那个什么电视电影里面的这种演出。当然那个又跟原来《西游记》又有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对于这一段的故事，其实所知道的就是以《西游记》为主的这种概念，再去回推出大唐西游记的这些真实的内容。但是说实在的，从来也没有好好的一次去真的去了解，就是玄奘取经的故事，都是支离片段的，然后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所以就也不会特别去看。所以我觉得这次这样子透过读书会，然后去看了这个6集的这个影片再加上那个新来师兄那上下两集的快看的那种欣赏之后，觉得说这样子对于整个所谓的玄奘这个西行求法的这件事情，比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了。而且就像刚刚大家都有讲过，真的我觉得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因缘就是可以让这个玄奘的在各方面求法的那一种意志和坚持真的是那个真的是所谓这已经不是，这是超越常人，就是甚至我觉得就像是印度人对他的这种尊称，他是尊称大正天还是什么，就是他根本就是佛的转世那种感觉，因为他就是注定要把这个佛法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诞生地呢带回到这个汉地，而且是很忠实，就是很善良，就像那个新来师兄在那个影
纲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提到他的直译音译那就是有这个玄奘他自己的这种翻译的一个模式，让整个佛法到了就是真正的我们汉人结合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如果试想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少了当时的玄奘这样的一个大的或者是所谓的那种佛菩萨的话，其实那我们现在还能就是佛教在我们这一汉地里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其实这也是很难去想象的，那个会不会是多么可怕？就是说我们可能很难听闻佛法，或者所听闻的佛法都是很支离片段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殊胜了。然后还有就是说从玄奘他在整个西行求法，甚至回来都一样就是说有太多的那种九死一生就是说只要这里面只要一个死劫到来的话，其实后面的历史都不会就是不会发生，或者是说它会出现很多的转折，或者是甚至是停顿被改变掉。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缘才能够让这件事能够继续的流传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玄奘本身的聪慧以及这种对佛法的这个坚持，以及对佛菩萨的这种信任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在这种影片当中看到他所这种叙述，还有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真的就是说你要真的完完全全去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善知识，一个佛菩萨，你才有办法去让你的人为了这些事情可以赴汤蹈火甚至说这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决心我觉得真的像今天就是在 LINE 上面跟地狱在谈那种择善的坚持，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有，但是有时候在表现上面会比较弱，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限于盲从，或者限于一些那种礼节，或者是限于别人的观点很多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去做了，然后就会让很多好的事情就慢慢的不见，然后不好的事情可能慢慢的滋长起来我觉得有时候就变成说我们在整个人生的学习过程当中，就说如果要怎么样能够说对一件事情像玄奘对佛菩萨这样的信任，如果能够做事情用这样的一个信任去推动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事情会办不到的就算你这一生办不到，那你真真是你自己再去追求，我想也终有机会所以有时候像我们之前在学广论我们的师兄我们班长就会问说，你相信佛菩萨吗？就说其实我们都很心虚，其实不敢说那个完完全相信，因为所谓的相信这里面包含的是你对这件事情这个人事物的那种全知，就是说那是一种完整的认识之后你才能够去谈相信或不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讲的相信，那个叫做心愿，我们或者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我想要相信，但是你拿什么东西来相信？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说你相信？那这样的相信是盲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就是说当很多近的一个
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最后你处理的圆满与否，其实真的都端看于你是不是对事情的整个就是说有完整的掌握还有认识，然后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出比较合理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以及后续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玄奘这个信求法取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问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人生以及对未来的这个规划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我们想要或愿意相信的事情，然后对这些想要或愿意相信的事情，我们又做了哪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这件事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不论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事业，就是这件事情是所有在他行动之前，在他这个变成那种你的就是圆梦的那种旅程当中，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起点。我觉得那个玄奘有让我感觉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也在就是说看的过程还有看完之后，其实我也在想说那我到底相信谁，相信什么事情，然后我想要做的。其实我倒是觉得说有时候认真的想一想，真的就是说这种坚强坚定的信任是成就万事的一个源头，也是重要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让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是比较深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哇，太殊胜了！如果没有玄奘他的这个大航行记那印度他到底能不能发现他这么多曾经的瑰丽，曾经的美好，曾经的殊胜，然后让他们发现他们曾经这么伟大？因为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好像中国算是一个比较重视记载历史记载的一个文明的就是很多的那种国家原来他们的这种国家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很多国家都会把他们国家发展的这个过程给用文字记载下来，或者是说他们看得懂的那种符号记载下来的。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个凯恩斯他在做这个所谓的这种考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这个玄奘他的口述的这个历史然后让他这个能够去发现这个印度曾经在这个当时，因为那时候西元600多年的时候，你看距离你看他那个凯恩斯那时候十几个世纪耶，你看这么久远，你看靠一本书竟然可以发现这么多曾经发生的历史，曾经就是很多很美好的这种文物被他这样一一的开发出来。结果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很详实的记载，真的我觉得哇，真的也太神奇了。甚至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哇，他在印度这个求法的过程中，也成为就是真的印度这个外来的高僧，也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除了佛做得到之外，还有谁做得到呢？因为我们这样讲嘛，就是说今天你回到就是佛教的发源地，然后结果你一个外来国家的这个僧人竟然能够这个遍经无碍，这个弄得所有的这个不管各派各宗的这种虎视眈眈，想要这个把它给这个遍临的这种那种教徒就是让他们都不
不敢轻举妄动，而且甚至说佩服的五体投地哦。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也是相当的了不起的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说我们以前所读的历史啊，基本上都是帝王史，就是所谓的那种政府官僚所为主轴的这种历史。那但是呢，对于这种民间文化或者是宗教的东西，真的是涉猎的比较少啊。我觉得说他真的是太有成就，而且非常有贡献在这个部分也是真的很好。然后最后其实还有他回来所做的那种易经，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因为《西游记》，我们特别看到说哇，他这个到这个西方取经的这一种过程大家都重视那个过程。可是事实上，你看他回来之后这真的是运用了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这个威望能够让这个唐太宗来支持他，动员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让他的这个所要带回来的这些宝典经书都能够变成属于中国文化的，或者是说属于汉地的这种宝典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看这个光是这种规模就想到就非常可怕了甚至你看当时从这个印度带回来的那种叫什么叶子写的那个书啊，其实真的是要保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说今天真的是说哇，太多的那种很棒的东西集中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物上面，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就是说如果说缺了这样的人，真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晓得。因为历史各朝代的兴替更换都有他自己的轨迹，所以反正这个国家灭了换一个国家，这个皇帝驾崩了换另外一个皇帝。但是呢，如果说当时没有玄奘然后也没有后来唐太宗的给他的这种提供的资源，当然有他的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把这件事成就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所有的机缘都是这么的微妙的这种安排之下，把这件事情承办的。我觉得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中间要是有任何一个差池啊，哇，那真的很多事情都会反转。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佛教在兴起的这个初期，如果说少了那种政府的资源其实还真的是有一些困难。然后当然因为政府支持，所以政府如果说不支持的话，那也很惨所以真的是，然后再看看这个现在这种政治和宗教的这种关系有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如果有广大的信徒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完全独立在政治之外，然后让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这个才可能会是一个这个宗教可长可久的一个地方。要不然你看这个灭佛之前的发生的灭佛的这种事情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这个宗教和政治的这种关系要非常小心的去经营这个就像玄奘这个样子，不然的话，其实玄奘没有经营好这一段的关系，可能很多的事情也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发生的。好，那我先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小燕哈。